此时此刻，金陵紫金山庄，林婉儿正站在书案前，端详着面前那幅已经完工的山水画。画中蜿蜒连绵的山群嶙峋耸立，天池湖面水波荡漾，美轮美奂。林婉儿伸出纤细的手指，在画作墨迹最浓之处如蜻蜓点水般点了点，感觉没有任何沾手之后，又看了看嫩白的纸肚，见没有任何墨迹，才确定这画作已然干透。随后他用准备好的卷轴小心地将这幅画装裱到金色的卷轴之中，全部装裱完成，卷成画轴之后，林婉儿用丝绸制成的丝带将画轴封好固定。这时门外响起老张的声音：“小姐，老奴求见。”林婉儿高声道：“进来吧。”身体已经有些佝偻的老张蹒跚着走了进来，见桌案上的山水画已然变成画卷，便连忙说道：“恭喜小姐大作告成。”林婉儿淡然道：“谈不上什么大作。”说着问他：“对了，找我有什么事？”老张恭敬地说道：“小姐，金陵大学明日开始新生报道，报道持续明后2天，您看老奴什么时候陪您过去？”林婉儿想了想道：“我什么时候去，取决于那个叫克劳迪亚的姑娘什么时候去，而且还要取决于叶晨会不会陪奥利维亚一起去。”说着他对老张说道：“这样，你让老邱安排一下，明天我一早就坐车出发，先到金陵大学附近等着，一旦确定克劳迪亚开始入学报道之后，我再去学校。”老张轻轻点了点头，恭敬道：“好的，小姐，我这就去跟老邱确认一下。”随即他又问：“对了，小姐，明天如果真的见到那位叶晨，老奴该注意些什么才不会被他察觉到异常？”林婉儿淡然道：“你明天不能出现在他面前，当日在北欧，最后只有我们2个活着从农场里走出来，他见到我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验证我们是否有问题，我能应对得了他的手段，你不行，若是被他见到你，我就隐藏不了了，所以这段时间你就在紫金山庄，哪里都不要去。”老张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好的，小姐，老奴一定寸步不离紫金山庄。”林婉儿嗯了一声，又道：“对了，告诉老邱，他也不用陪我过去，让贤姐开车载我就行了。”老奴遵命。林婉儿道：“行了，这儿没你的事儿了，下去吧。”“好的，小姐，老奴先告退了。”老张躬身离开，林婉儿双手将那卷画轴捧起来，缓步来到长条案几之前，在那长条案几的上方供奉着他一直随身带着的牌位，上面写着8个大字：“先父林主鲁之灵位。”林婉儿在灵位前缓缓跪下，将画轴小心放置一旁，双手合十，看着那牌位，恭敬道：“父亲，若是幸运的话，女儿明日便能与恩公叶晨相见了。女儿此番贸然出现在他面前，定会引起他12分的警觉，是否能得到他的信任还尚未可知，希望您在天之灵保佑女儿能获取他的信任。”说到这，林婉儿表情纠结片刻，伸手抚摸着地上那卷画轴，轻声道：“若是叶晨始终不信女儿，若是他将女儿视为敌人，女儿届时恐怕只能将一切缘由和盘托出了。”话音至此，林婉儿稍稍停顿数秒，眼泪已是夺眶而出，2行清泪划过她倾国倾城的脸颊，她顾不得擦，轻声哽咽道：“女儿一直谨记您走之前的嘱咐，自己的身世过往不得告诉任何人，女儿也从未违背过您的遗愿，可若哪天女儿身不由己而将这些告诉叶晨，还请您在天之灵不要责怪女儿。”说罢，林婉儿拭去眼泪，向着父亲的灵位磕了3个头。傍晚，伊藤菜菜子在授课结束后独自驱车返回汤臣一品。到家时，父亲与姑姑已经按照他的吩咐将他需要的食材准备妥当。知道叶晨要到家中吃饭，伊藤雄彦自然是欣喜不已，他早将叶晨视为最佳的女婿人选，再加上叶晨对他也算是恩重如山，所以更是让他格外欣赏。菜菜子回来之后，便赶紧进到厨房，开始亲自为叶晨下厨。他先是准备了一些高端的海鲜刺身，随后又下锅起油，炸了一份海鲜与蔬菜搭配的天妇罗。姑姑伊藤惠美在一旁帮忙，
两人陆续做出几道菜式之后，他忍不住道：“菜菜子，你是时候该学一些中华料理了。日本料理相对寡淡，华夏男人偶尔吃还没问题，吃多了一定会觉得索然无味的。”菜菜子微微一愣，随即无奈地笑道：“姑姑，我从小到大吃中华料理都是在饭店里，哪有机会学习怎么去做？而且中华料理实在复杂，但是调味用的香料就数不胜数，而且烹饪手法也有颇多讲究，不像日本料理，选些好的海鲜食材切成片，再搭配酱油和鲜磨的山葵酱，一道大菜就算是搞定了。中华料理随便一道菜，工序和烹饪要点也是多不胜数，若是没人教，想学好怕是难如登天。说着，他又道：“其实我之前也试过看网上的教材做一些中餐的菜式，但烹饪过程中总是出岔子。”伊藤惠美微微笑道：“这个好解决，姑姑这2天有在金陵看过，有很好的烹饪学校专门培训新手，而且他们很擅长金陵本地菜系，想来应该会合叶先生的胃口。”菜菜子无奈道：“姑姑，我每天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研习武道上了，哪还有时间去学烹饪呢？”伊藤惠美笑道：“姑姑可以先报名去学，学会了抽空在家里教给你。你在金陵研习武道的这段时间，是你和叶先生培养感情的最佳时机。要是能多学一些金陵菜系的烹饪技巧，一定会令他刮目相看的。”菜菜子惊喜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，姑姑？您真的愿意先帮我去学吗？”“当然。”伊藤惠美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如果姑姑不愿意的话，又怎么会跟你说这些？”菜菜子正要鞠躬道谢，忽然听到门铃声响了起来，他连忙道：“一定是叶晨君到楼下了，我去接他。”伊藤惠美点头笑道：“快去吧。汤臣一品的高层，清一色电梯入户，没有实体卡是无法乘坐电梯的。叶晨前来拜访，也只能在车库的单元门入口处按门铃，待楼上解锁之后，才能够进入电梯，并且按下指定楼层的按钮。”菜菜子原本只需要帮叶晨打开门禁即可，但他还是通过门禁系统对叶晨说道：“叶晨君稍等，我这就下来接你。”在菜菜子的传统日式观念中，如果让心爱的男人自己上楼，就等于心爱的男人回家，在门口说出那句“我回来了”时，妻子没有到门口跪地迎接，而是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等候一样，是绝对的失礼。于是他便连忙出门，乘坐电梯下到车库，亲自为叶晨打开车库电梯厅的大门，笑着说道：“叶晨君，抱歉让你久等了。”叶晨笑着问他干嘛还亲自下来一趟。菜菜子羞赧一笑，柔声道：“这才是该有的礼节。叶晨君，欧多桑他们都在等你，我们上去吧。”叶晨微微点头，与菜菜子一同乘坐电梯上楼。电梯门一打开，伊藤雄彦、伊藤惠美以及田中浩一此时已经在电梯厅内列队等候。见到叶晨，3人同时鞠躬道：“欢迎叶先生大驾光临。”叶晨有些错愕，笑着问道：“伊藤先生，为什么搞得这么隆重？”伊藤雄彦弓着身，朗声道：“这是应该的，叶先生，请进吧。”叶晨无奈，跟在伊藤雄彦身后进了房门。伊藤雄彦一直将叶晨请到餐厅，主动为他拉开一把餐椅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请坐。”叶晨有些不太适应，便认真道：“伊藤先生，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，你今日忽然这么客气，搞得我还真有些不太适应。”伊藤雄彦非常认真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所有习武之人都知道，外家功夫只是皮毛，真正的高手是内外兼修，而内外兼修的集大成者便是华夏武道。”菜菜子从小就对武道十分向往，只可惜日本只有忍术，没有武道，而且忍术练的是隐匿行踪，暗中自杀，这种有些卑鄙下流的定位，始终难登大雅之堂。现在叶先生给了菜菜子一个学习真正武道的机会，他这些天不知道多开心，我这个做父亲的看在眼中，也是欣慰无比，所以自然要好好感谢叶先生的传道之恩。叶晨还没说话，一旁的菜菜子便难掩激动地说道：“欧多桑，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。”伊藤雄彦忙问：“什么好消息？快说来听听。”菜菜子道：“我今天终于掌握了内窥的方式，
真正实现真气的运转了。换句话说，我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武者了。真的？伊藤雄彦惊喜不已地问道：菜菜子，你真的成为一名武者了？不是都说武者入门最是困难吗？据说绝大多数人究其一生也无法迈入武道之门，而能入门的极少数人中，大都需要1年甚至几年时间才能找到其中诀窍。可你才学了几天而已，怎么这么快就掌握了？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